各位乐龄养生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彼得医师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，我建议您一定找个安静的角落，耐心听我说完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，可以说是决定您未来20-30年生活质量的关键。作为一个专注于健康领域的分享者，我深知咱们中老年朋友最渴望的不仅仅是活得长，更是要活得好，要身上不痛，脑子清楚，有尊严，有滋味。而想要达到这个目标，有一个绝对绕不开的医学概念，那就是抗炎。今天我就把这个看似专业，实则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，给您彻底讲明白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想请您闭上眼睛，回想一下最近的身体状态，是不是常有一种说不清的衰老感？这不仅仅是白发或皱纹，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力不从心。比如早上醒来，身体像灌了铅一样沉，握拳时手指关节发紧，下床时膝盖像生锈的齿轮，得活动好一会儿才能迈开步。或者明明没干重活，只是散个步，做顿饭，就感到一种睡多久都补不回来的疲惫，甚至有时浑身这酸那疼，去医院查了一遍，结果却显示没事或退行性改变。如果您对这些描述深有体会，那么请千万别简单的归咎于年纪大了，这很可能预示着您的体内正在进行一场看不见的战争。医学上称之为慢性低度炎症，这不同于伤口感染那种红肿热痛的明火，而是一把在体内深处闷烧的暗火。它悄悄损伤您的血管壁，让血管变硬变脆，它持续刺激您的关节滑膜，蚕食软骨，它甚至能影响大脑，让记忆力加速衰退。糖尿病、心脏病、关节炎，甚至更严重的问题，背后往往都有这把暗火的影子。一听到消炎，很多朋友马上想到抗生素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。抗生素对付的是细菌感染，对这种无菌性的慢性炎症毫无作用，乱用反而会破坏肠道菌群，火上浇油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大自然早已为我们准备了强大的灭火器，它们不在药房，而在菜市场，在我们每日的三餐里。接下来我就结合可靠的营养学知识，为您梳理几样全球公认的抗炎食物，不仅告诉您吃什么，更要教您怎么吃，才能把它们变成身体里的消防队。排在榜首的第一位就是自带黄金甲的姜黄。在古老的印度医学和我们的中医传统里，它都有着极高的地位。印度人尊称它为金色的治愈女神，中医则利用它行气破瘀。凭什么平平无奇的姜黄能有如此神效？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，它含有一种名为姜黄素的强效植物化学物。这东西厉害在哪？它能像一把精准的钥匙，直接关闭细胞内引发炎症反应的信号通路，效果堪比天然的消炎药。在印度传统疗法中，无论是跌打损伤，还是腹痛、腹泻，姜黄都是首选的万能药。在我的诊室里，经常见到50多岁的朋友扶着膝盖进来，不仅是膝盖疼，要是赶上阴雨天，全身的关节就像生了锈一样，又僵又痛。这背后的根源，其实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慢性低度炎症。您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里着了一场看不见的小火，一直在慢慢烧灼您的关节和组织。而在这个领域，姜黄素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天然消防员。现在的医学研究已经很深入了，它在抑制炎症因子的能力上，有时候甚至不输给布洛芬这类非甾体抗炎药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它不像止痛片那样吃久了容易伤胃黏膜，引起胃痛、胃溃疡。但是作为医生，我必须得给您泼盆冷水，提醒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大坑。如果您只是听人说姜黄好，就去超市买袋姜黄粉，回家拿开水一冲就喝，或者炒菜时顺手撒2下，那我得实话告诉您，这功夫可能白费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姜黄素这个成分性格很孤僻，它的生物利用度极低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哪怕您吃进去一勺，您的肠胃能真正吸收进血液里的，可能连一点渣都不剩，大部分都随着代谢排出去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患者回来问我，志哥，我都吃了1个月姜黄了，怎么关节还是疼？原因就在这儿，没吸收，吃了等于白吃。想要真正发挥它的神奇功效，您必须给它找2个带路人，缺一不可。这第一个带路人就是黑胡椒。这听起来有点像做菜，但背后是有科学依据的。黑胡椒里含有一种叫胡椒碱的成分，它就像是一把专门开启细胞大门的钥匙。研究数据显示，加上它，姜黄素的吸收率能猛增20倍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相当于原本被挡在门外的营养，现在有了 VIP 通行证。第
第二个带路人就是油脂，一定要记住，姜黄素是典型的脂溶性物质，它不跟水亲近，只跟油亲近，如果不配点油，它在肠道里就没法被运走。所以我经常推荐大家在家里做一个改良版的黄金舒缓乳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姜黄拿铁，但做法得讲究。您可以准备一个小奶锅，倒入一杯您平时喝的牛奶、豆浆或者杏仁奶都可以，然后加入1小勺姜黄粉，量不用大，3到5克足够。接下来的这一步是灵魂，必须撒入1小撮现磨的黑胡椒粉，再加1勺优质的椰子油或者初榨橄榄油，开小火慢慢加热，搅热就行，别煮沸了，搅拌均匀。如果您觉得口感有点冲，稍微加点蜂蜜调味也是可以的。建议您每晚睡前喝一杯，这时候身体正好进入夜间修复期，它能暖胃安神，还能帮着身体清理白天的炎症垃圾。坚持喝上1个月，您可以自己感受一下，早上起床握拳的时候，手指那种僵硬感是不是减轻了不少？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饮品界的抗炎冠军——绿茶。为什么在红茶、普洱、乌龙茶这么多品种里，我单单要把绿茶拎出来讲呢？这得从它的制作工艺说起。绿茶是不发酵茶，正因为没经过发酵，它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茶叶原本的鲜味和营养。其中最核心的宝贝就是一种叫 EGCG 的儿茶素。如果把我们身体里到处破坏，引发衰老的自由基比坐满大街乱扔垃圾的破坏分子，那绿茶里的儿茶素就是效率极高的环卫突击队，专门负责定点清除这些垃圾，让身体环境保持干净。很多流行病学调查都显示，有长期喝绿茶习惯的人群，在心脑血管健康方面往往表现得更好，甚至某些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也相对较低，这都要归功于它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底子。不过，凡事都有两面性，绿茶虽好，但我发现很多朋友喝茶的方法完全搞反了，结果不仅没养生，反而把胃给喝坏了。这里有3个最常见的雷区，您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中招。第一个雷区是喝烫茶，很多老一辈的朋友觉得茶要趁热喝才香，水刚烧开就往嘴里送。朋友们，我们的食管黏膜非常娇嫩，就像手背上的皮肤一样，它耐受的最高温度也就是60度左右。如果您长期喝超过65度的烫水，那食管黏膜就会反复被烫伤、结痂、再烫伤，时间久了，这就是食管癌的一个重要诱因。而且过高的水温也会破坏儿茶素的活性，所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水烧开后敞开盖子晾个几分钟，等到80度左右再冲泡，既健康又好喝。第二个雷区是空腹喝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咱们中老年人的胃黏膜本身就在变薄，分泌胃酸的能力也在下降。如果您早上起床，早饭还没吃，先咕咚咕咚灌一杯浓绿茶下去，那茶碱会迅速稀释胃液，刺激胃壁，很多人会出现心慌、手抖、头晕的症状，这就是典型的醉茶。所以我建议大家把喝茶的时间放在早饭后1小时，这样既能解腻助消化，又不伤胃。第3个雷区是睡前喝，我们抗炎是为了让身体更健康，而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最关键的时间段。绿茶里毕竟含有咖啡因，有提神的作用。如果您下午4点以后还喝浓茶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当然，我也遇到过一些朋友跟我抱怨，志哥，我这人就是喝不惯茶，觉得苦涩，或者是喝了就真的睡不着，怎么办？别急，咱们可以换个思路。您可以去买点绿茶粉，吃早饭的时候拌在酸奶里，或者家里蒸馒头，做面食的时候撒进去一点。这样吃，虽然吸收率比直接喝茶稍微打点折扣，但也能把儿茶素吃进去，而且有了食物的缓冲，对胃的刺激就小多了。说到吃的，荤菜里也有抗炎的高手，那就是深海鱼。如果您想在这个年纪还能保持头脑灵光，想让硬化的血管稍微软化一点，保护好心脏，那我强烈建议您得学会吃鱼。这背后的道理，其实是一场身体里的油脂博弈。大家可能听说过 Omega-3 脂肪酸，但可能不知道它跟我们平时吃的油有什么关系。简单来说，我们身体里的脂肪酸主要分2派势力，一派叫 Omega-6， 它们主要藏在咱们平常常用的豆油、玉米油，还有猪牛羊这些红肉里。这一派其实也是身体需要的，但坏就坏在现在大家的饮食习惯里，这类油摄入的太多了，一旦超标，它们就会在身体里煽风点火，促进炎症反应。而另一派就是 Omega-3， 它主要存在于深海鱼里，它的作用恰恰相反，是专门负责灭火的。可是您看看现在的餐桌，
炒菜油放得宽，肉吃得香，唯独鱼吃得少，这就导致身体里的 Omega-6 严重超标， Omega-3 严重不足，这个跷跷板彻底失衡了，身体里的火自然就越烧越旺。所以我们强调吃深海鱼，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跷跷板给压回来。多吃深海鱼就是为了平衡这个天平，不必追求昂贵的三文鱼，常见的青鱼、沙丁鱼、秋刀鱼就是物美价廉的选择。它们鱼油丰富且重金属风险较低，切记烹饪方式以清蒸、烤制或煮汤为佳，避免高温油炸，否则好脂肪会被破坏，反而产生有害物质。素食或过敏的朋友可以选择亚麻籽油凉拌、核桃或奇亚籽作为替代。第4位是水果中的抗氧化之王，蓝莓。它那深紫色的外皮富含花青素。蓝莓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的花青素能穿过血脑屏障，直接进入大脑，保护神经细胞，对抗大脑内的氧化损伤和炎症，有助于延缓认知衰退。新鲜蓝莓当然好，但优质的冷冻蓝莓营养保留也很好，且性价比高。推荐的吃法是早餐时拌入无糖酸奶或燕麦粥中，既美味又健康。第5位是厨房必备的大蒜，它被称为土里长出的青霉素，关键成分大蒜素具有抗菌抗炎作用。但大多数人吃法错了，大蒜素需要将大蒜切碎或拍碎后，在空气中暴露10到15分钟才能充分形成。所以正确做法是先切碎蒜，放置一会儿，再下锅烹调。如果胃不好或怕辛辣，可以吃煮熟的大蒜或发酵后的黑蒜。第6位是特级初榨橄榄油，它是地中海健康饮食的核心，其珍贵之处在于含有橄榄油刺激醛，这是一种天然的抗炎成分，作用机制与布洛芬类似，但非常温和。辨别好油的一个简单方法是品尝一小口，喉咙后部有微微的辛辣刺激感，这说明抗炎物质含量高，请一定认准特级初榨标签，精炼过的橄榄油就失去了这个价值。它并不怕热，家常炒菜温度完全可以，但最推荐的还是凉拌或菜肴出锅后淋上。第7位是一对优质脂肪搭档，牛油果和坚果，它们提供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， 能保护细胞膜免受氧化损伤，但切记它们热量较高，不可过量。牛油果每天半个即可，可以代替涂抹酱，坚果每天1小把手心能握住的分量，一定要选原味的，避免糖盐加工过的产品。第8位是抗炎饮食的基石，深绿色蔬菜，如菠菜、西兰花、羽衣甘蓝等，它们颜色越深，营养越浓。除了富含维生素，它们还是镁的重要来源。很多抽筋、睡眠不佳、情绪焦虑的问题，可能与缺镁有关。此外，其中的膳食纤维是肠道益生菌的食物，能促进产生抗炎的短链脂肪酸。建议每天蔬菜摄入量中，深绿色蔬菜占一半。像菠菜这类草酸高的蔬菜，烹饪前用开水焯一下，就能去除大部分草酸，吃得安心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记住和搭配起来太麻烦，别急，我为大家设计了一个简单的一日抗炎饮食思路，您可以作为参考。早餐，告别白粥咸菜，试试煮一碗纯燕麦粥，撒上一把蓝莓和核桃碎，搭配一个水煮蛋，喝一杯自制的姜黄拿铁或温豆浆。午餐，打造彩虹餐盘，主食吃杂粮饭、大米、混合糙米、藜麦等。荤菜首选清蒸鱼或香煎青鱼，素菜来一盘蒜蓉西兰花大蒜，记得先切碎放置，再加各凉拌菜，比如牛油果切片拌紫甘蓝，用橄榄油和醋调味。晚餐以清淡易消化为主，推荐一碗抗炎暖汤，用番茄、洋葱炒出香味，加水煮开，放入南瓜块、豆腐、蘑菇和青菜，出锅前加点姜黄粉和胡椒粉调味。主食搭配一小块红薯或玉米即可。下午或晚上如果饿了，零食可以选择一个苹果、一小把原味杏仁，或一小块可可含量 70% 以上的黑巧克力。然而，朋友们，对抗炎症是一场立体战，饮食再好，也只占了 70% 的功劳，剩下的 30% 取决于3个完全免费却无比强大的生活灭火器。第一个是睡眠，睡眠是身体修复和清理炎症垃圾的黄金时间，尽量晚上11点前入睡，睡前半小时远离手机，可以泡个热水脚，帮助身体放松，进入深度睡眠。第二个是运动，适度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带走炎症因子，推荐每天散步30到40分钟，走到身体微微发热即可。太极拳、八段锦也是极佳选择，但要避免爬山、爬楼梯等伤膝盖的运动。第三个是心态，长期压力、
焦虑会导致皮质醇升高，直接加剧炎症。记住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多培养爱好，与老友相聚，开怀大笑，心情好，身体的炎症水平自然会下降。最后，我为大家总结3个最核心的要点，请您务必记住：一、分清炎症，我们要对付的是没有明显症状的慢性低度炎症这把暗货。2、记住食物，姜黄配黑胡椒和油，绿茶、深海鱼、蓝莓、大蒜切碎放一会儿，特级初榨橄榄油、牛油果、坚果、深绿色蔬菜，把它们轮换着端上餐桌。3、全面生活，坚持抗炎饮食的同时，一定要配合优质睡眠、适度运动和良好心态，四管齐下，才能真正扑灭健康隐患。请记住，最好的医生是自己，最好的药房是厨房，健康就藏在这一日三餐和生活点滴之中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到您。如果您觉得有收获，请点个赞支持一下，也欢迎分享给更多关心健康的朋友。我是陈彼得医师，我们下期再会。